Thank you。老挝朋友的弟弟生了个女儿，全家族都很高兴，因为家族成员里之前就只有一个女儿。我朋友专门去琅南塔见见这位新宝宝，然后再回家乡住几天。我也就随缘而行，借机深入地了解一下老挝北部的风土人情。从乌多摩塞前往那堆的高铁是这种卧铺的车厢，还是窗外的风景好看一些。一出高铁站就坐上了这种前往琅南塔的拼车，在摇摇晃晃的状况下，我还是小睡了一觉。听朋友说，弟弟的女儿是早产，在乡下的医院出生之后，因为需要氧气箱，就被送到了这一带最大的琅南塔医院。救护车行驶了3个小时，送过来的费用是66块。住院之后，除了氧气箱的费用是17块钱一天之外，其他都是免费的。医生还会每天来观察这位婴儿，还要给妈妈吃一些药。妈妈住在公共区的床位，医院还会给她提供每天1顿饭。哥哥嫂子随行到医院来照料，就要自顾伙食了，在病房里面打地铺。在琅南塔又遇见了前几天一起在农桥登山的游客，我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是很受西方游客欢迎的，因为附近有很大的国家森林公园，可以观赏到种类繁多的植物和生物，还可以去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还没有通电通网的村庄，并且可以体验性的住在当地人的家里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这里更多的是中老年的欧美游客，也许小城市的慢节奏生活更受他们欢迎吧。我的电脑就还是自己背着吧。停留1晚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坐小巴前往梦醒，然后从那里转车去朋友的家乡梦龙。这种小巴车车身很小，但是装载量却大。看看我的腿，已经是彻底顶到前面的这个座位了，因为这个车真的太小。12个人装在里面120分钟，一直行驶在半山的道路，这可是刷新了我的人生记录了。然而朋友却一直在强调，这还并不是最坏的状况。实在外面的灰太大了，不得不赶紧把我的口罩拿出来戴好。这台车因为太重了吧，已经翻在路边了。哦，我一条腿都过不来，那这里我一条腿都挤满了。哇，真的是爬出来的。Come here。这里看过去就这么大，里面装了12个人。这个车就是国际的线路了，这个是从这里去中国的孟浪。梦醒和中国相连，车站有很多直接开往中国的班车。挨着车站的一个农贸市场，朋友说里面做生意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，买东西直接说中文就可以了。我测试了一下，果然没错。哇，这里有中国的香烟卖了，太好了。OK， 你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นะถามนะเสียสูบนะเสียสูบ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นะ100,000对，是想要有一个睡袋。哦，有睡袋。睡袋没卖呀，睡袋你拿张被子就可以了嘛。拿张被子，这里没人卖睡袋，睡袋那个有个齐寒的地方嘛。被子哪种被子呢？被子那个套发被啊那种的。大部分的商品都是来自中国，包括保鲜期有限的零食饮料、香烟等等。这个就是著名的这个阳光玫瑰。阳光玫瑰。有什么老板？你这个多少钱？你เท่าไหร่呢？你？这个我买1公斤12万。1公斤12万。1斤6万了嘛？是36块左右人民币。30个克。谢谢。谢谢。就是这台车，
我坐在这里，头都是可以顶到上面的。就是假如我要睡觉的话，我可以直接靠在头顶睡，都不需要靠在这个边上，直接靠着顶上我就可以睡了。班车原本说3点发车，但是因为乘客太少，拖到了4点多，凑足了5个人才出发。当离开了梦醒镇区，整一台车就开始疯狂地颠簸起来。朋友说，真正的可怕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我们就在这种状况之下持续了2个多小时。看着，因为太陡了，陡到司机的门都被抖开了，然后很用力的把他的门扣上，再从外面拍了一巴掌，才把他的门关上。哇，太陡了，太陡了，就是一直在跳。梦龙镇是以种植甘蔗为主，这就需要很多大型的运输车辆前来拉走这些甘蔗。这一条50年前就建好的公路，哪里经得起这些巨型重械的碾压呢？果然不出2年，整条公路就都打回了原形，恢复到了只剩下泥土和石头的状态。加上雨季时的山体滑坡等等，让这些公路就只剩下2种状态，一种是晴天的满天灰尘，一种是雨天的一路泥泞。沿途路过的民居、学校都紧紧地挨着公路的边上，真的是握手的距离。大人小孩就这样如常的在路边生活、玩耍，甚至吃饭。朋友的家人都在等我们一起吃晚饭，牛肉干就是对客人的尊贵礼遇了。因为他们说的是哈尼语，泰语只是因为经常看泰国的电视剧，懂得了一些，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就基本上是靠眼神和肢体了。哦，怎么做啊？太红了。刚才买这个猪手是60多人民币这一只猪手，那也不便宜啊。这里有鱼啊，看来。卖青菜。弄个。这因为多少张？面果皮菜。面黄皮菜。歪豆苗。好妹妹。白天还是一样很大的灰啊，这条路上。弟弟去上学了。สบายดีเขาไม่รู้สบายดีหรอ是这个斜坡上来，就是他们的前院，右边就是他们的这个客厅，也就是睡房了。
然后左边这边就是他们的厕所、冲凉房之类的，然后有时候洗东西就是在这里洗，然后这边就是属于前院啊，那也没有做什么，就是放一些鸡在这里，然后一些柴火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就是厨房。厨房的这个后面就是，种着一些植物，然后养了几只鸡在里面，然后后面这个就是属于他和别人房间的这个围墙了，属于这个就是简单的围墙，因为是烧柴火的，所以还要有个地方专门放这些柴火。从他们这个灶的位置，然后站起来，这里就看见前一户人家，再往这边看，就是右边这户人家，因为他的厨房是全透开的，所以就不需要抽油烟机了，就他们的厨房了。这里还有一些，应该是昨天剩的菜吧，这是咸菜。有一些这些配料，他们的碗要么就是塑料的，要么就是这种木头的，貌似他们就没有经过这个陶瓷的这个年代。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厕所，做了一个，因为也是底下做了化粪池的，有自来水，没有花洒。就这么大。晾衣服应该就是晾在这里，这里有自来水，但是自来水也不是装到这里的，是直接一条管子埋在这个地上，然后要从这个地方开水，然后才有水。在这里的声音就真的是全部都联动的，这边切菜的声音，还有旁边家里切菜的声音。现在已经6点钟了，但是他的妈妈去干活还没有回来。因为呢，这里的灯实在不够亮，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要头戴的这种灯，才能够看得见干活。他们吃住都在一起，彼此之间根本说不上有自己的空间。喝水是共用一个杯子，睡觉只是隔着一张布帘。但是朋友说，从来没有见过弟媳和妈妈之间有吵过架。ไม่ใช่อ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ใช่สุกหรอยังไม่สุกยังไม่สุก啊，这个是米，现在准备去做而已。这个米这么大粒吗？ยังไม่สุกทำไมก็ใหญ่มากนะคุณแม่นั่งเอาจู一吃的嘛呢哦，这是用来蒸熟，它。但是这个是米吗？这个不是已经是饭了吗？这明明是饭了呀。这个是半熟的米啊，为什么？
อันนี้ทำแล้วใช่ไหมใช่ทำแล้วแต่ยังไม่สุดแม่กิน โมไหนทำนะ เมื่อเช้า โมเช้าทำแล้ว แต่ว่ายังทำไม่ดี ใช่ ก็โมก็ทำ他说他今天早上已经煮过的，但是是没有完全煮熟，所以呢，现在又再煮一次。那这个我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了。ก็ทำไมโมเช้าไม่ทำสุกเขานะ ถ้าทำสุกก็ไม่อร่อยแล้ว 我ก็ทำ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แต่ว่าตอนนี้ก็เอากินแล้วก็ทำ他就是说如果全做熟了就不好吃，所以就要做的半生不熟的放在那里，然后现在又吃了，然后再去把它给蒸熟蒸热这样子。刚才我尝了一下，的确是半生熟的。吃完饭，邻居们来串门了，都在为有了新生的女宝宝而高兴。小孩子们就在路边玩耍，跑来跑去，笑声、打闹声不断的传来。สุกแล้วกินนะสุกแล้วกิน กินคนเดียวหรอ นะกูก็นั่นนะ กิ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นะ我们要走了，弟弟也要去朗兰塔的医院看望他新生的女儿，这是他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。这一天下雨了，果然就是满路的泥泞，能依靠的就只有人们之间的互助了。这位素不相识的司机主动的帮助我们的小巴，这位只是乘客的男人主动帮忙推车。我很愧疚，只是懂得在这里发一发牢骚。